kick down 按下去。哟，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哈。我今天呢要试驾一辆我想试驾很久的车 ，Mazda 3 BP。本期视频非常感谢车主 Troy， 你好，嗨，我是 Troy。你的这辆车是哪一个年份的嘞2021，2年车而已哦。大家最喜欢的 Liftback 版本，那 Sedan 版本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卖的，可是那辆车比较少，比较多人想要出 Hatchback 的，而且这个 Hatchback 的价格不便宜哦。这辆车是 High Plus， 它价钱是卖着160千左右的新车价钱，还有1.5公升的引擎，还有2.0公升的引擎配置，所以这辆车是一个2.0公升 High Plus 的。那你这辆车有改了什么东西吗 Straight by 后面 ？OK， 然后 Extractor 原装，然后 Head 也是原装，有声音而已，然后 Remap 那些还没有去做，还没有做，然后 Engine 也是 stock。那我们就以一个原装车的角度去来试驾这辆车的。原装的车漆是一个灰色的车，然后现在已经 wrap 了一个像白又像紫，这个颜色真让人纠结呀，有一点坏坏的感觉啊。整个设计呢，像极了当年那个概念版本，还有一些像子弹的设计的。这辆车其实是有 IG 的，你们可以去 follow Troy 的 IG， 还有这辆车的 IG 911 Valley。这辆车的屁股呢是一个非常 sexy 的屁股。Sedan 当年一出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看，但是经过那么多人驾了之后呢，我觉得其实 Sedan 也不错的。如果你需要后排空间大的话呢 ，Sedan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 Sport， 你看了好看的话呢，还是这个 Liftback 会比较好看的。这里有一个 Touchpad 打开。其实它的后箱空间的话，一看下去就是比 Corolla Sport 还来得更大的。FK7 的话，我相信会比较长一点，宽度也是比较大。在这个3辆车之间的话，我觉得还是 FK7 比较占有优势的。最吃亏就是 Corolla Sport 了。这辆车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是非常喜欢的 Spare Tire， 但是比较小力的啊，这个可能可以走一个80 km 把握，椅背还可以做64倾倒。这个不是电动尾门，可是你按下去之后，你把这个尾箱关起来，它就会把所有的门锁起来。尾段呢，大概一个拳头的一个尺寸。车主现在也是换了一个18寸的轮胎指数为2545R18，用在 Hankook Ventus S1 Evo 3，原装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有后刹车卡钳，原装的。前面有一个原装大的 Single Port 原装盘，然后也是18寸的2545R18，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这是原装哈，还没有经过 lower。对我来说，一辆车比较好看的是在于它的车头还长过车尾，车尾短一点，车头长一点，真的是很好看。你注意一下这辆车的引擎盖的那个宽度是非常大，因为这辆车在外国是有 2.5T 的版本，马来西亚只有 2.0 啊，可惜啊。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有无钥匙启动的。你会看到它这里是没有任何的按钮的，它都是在旁边，只有一个锁还有解锁的。然后它有 walk away 的 lock， 就是当我离开这个车有一个距离之后呢，它就会把它锁上了。非常爱 Mazda 就是有风琴式踏板，就像宝马一样。这辆车有所称的日本宝马啊，真的。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尾段的声音，没有 Wolftronic， 没有的关声音的，它有这个 telescopic。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这个方向盘，可是它可以拉得非常的后面，我个人是最爱的。跟你说，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呢，这种驾驶角度是我的最爱，可以做到最低，然后可以把方向盘拉得最像驾驶员，它驾驶有点像 F1 的感觉。这辆车的宗旨还是 made for driver， 还是给驾驶员哦。这个是皮革包覆，软质塑胶，其实内装整个质感真的是没有的好讲，除了这个冷气出风口有一点奇怪，为什么放在这边之外，但是 Mazda 是为了简约，没有太多fancy 的东西，给你一个主机，可是是没有的 touchscreen。它只能用这个类似像宝马的 iDrive 的系统，这个我就不玩太多啦。有 Apple CarPlay 无线的，这车主后期加了一个可以放卡的一个装置在这里，自杯架，
很方便，它不会挡着我的手，我的手放在这个手扶箱上面是非常的舒服的。那这辆车有一个6速的自手排变速箱，Mazda 的变速箱一路来都是口碑很好的。这里有一个拨杆，你拨上去就是 Sport， 这里就会显示 Sport， 然后 Off 就这样子，没有 Eco Mode， 有电子手刹 Auto Hold， 这些 Carbon Fiber 的贴纸都是车主后期粘上去的。听一下那个声音。OK 啦，当然没有像 Civic 那种有没有 ？Civic 的会比较有质感的一点点，Civic FE 的会比较大一点点的声音哦，因为它的滴滴滴滴这个没有，可是你转上去也是很舒服的啦。就有一个中央扶手，但是你必须要就是拨到后面之后你才可以开上来，有一点像之前的 IS250那种设计哦，有换挡拨片啊，有自动头灯，但是我们把头灯打开，然后。Headlight 打开，仪表盘左右都是 Analog， 中间是 Digital 的。车主的平均油耗为7.3 km/L， 哇，蛮好油的，所以可见车主是蛮重脚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没有那个指针的，你可以看你的 ACC 跟车啊、盲点侦测啊都有，然后就切换回这样原装的设计，没有了好切换了。按钮的按键呢是非常的 premium， 我可以说它比奥迪差了一点点而已啦，按下去很舒服，还有那个滴滴滴的声，我非常的喜欢。啊，这里有一个可以放眼睛。然后可以开一些灯啊，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天窗啊，还可以打开的，看到了吧？这个只有2.0才有哦，不管是 High 还是 High Plus 都有。天气不晒可以开。你可以注意到这边有脚碰到的地方都是软质皮革，10项的电动座椅，然后还有2组记忆，2组。这里就是可以打开安全系统的开关 ，Parking Sensor 防滑系统 ，iStop 可以 off 掉它。小小的一个储物空间，门锁在这边按很有欧洲车的感觉，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的。LED 的 signal 灯，后排空间上下呢会比 Corolla Sport 来的差一点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话还是 FK7 啦。哇，那个头要弯得很下面，后面的镜子也是比较小一点的。老实说，坐在后面会有一点小小的压迫感，因为镜子小。不适应的人呢，还可能会晕车一点点。这2张座椅的角度差不多，这个是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几乎是没有腿部空间了的，头部空间大概剩下1个拳头。座椅的倾斜角度还 OK， 也没有讲太直。泡棉的软度非常的好，如果坐长途的话，屁股还至少不会那么快痛。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是比 Civic 来的更好的，它至少不会跌下去，左右手对称，坐着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后座有冷气出风口，但是没有得调温度。这里中间鼓起来哦，可是这辆车不是后驱哦，它是前驱，只是后排空间是真的是比较舒了。Mazda 一路来造车的理念呢，后座空间也不是什么太过优势的哈。左边这里是手动调节的，这里空的哦，你要放东西是不能哦，你要放下面的。FK7 Corolla Sport 还有这辆的中控是我最喜欢的，很简约。外观的话见仁见智啦，2个都好看啦。只是这辆车会比较干净一点，它没有太多的棱角，没有太多的切线。开一下引擎盖，哇，这个引擎盖非常的重。这就是一支2.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Mazda 的高压缩比引擎可以大概是14:1左右，它可以产生162匹马力，还有213的牛顿米，配搭着6速的自动变速箱。Mazda 说有这个变速箱特别的调制，可以让它的动力流失来得更少，所以我们驾起来的话，感觉到比较 aggressive 一点的哈。所以为什么 Mazda 车会比较有力？第一，高压缩比；第二个就是它的变速箱的绑定啦。所以马来西亚是没有引进 Skyactiv X 的引擎啦，它是一个 Skyactiv G， 所以整个 Skyactiv 是一个 package 来的哈。不管是它车脚、它的悬吊、它的引擎、它的变速箱都是配得非常的棒。这辆车你不会太安静，你会听到嘚嘚嘚嘚的声音，因为 Direct Injection 的引擎本来就是嘚嘚嘚的声音。好了，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去试驾Let's go。你有没有觉得惭愧？全部Honda你一个 Mazda？ 我之前也是这样Honda，我之前也是这样Honda。哦 ，OK， 所以认识到他们啊。OK， 那我们现在先上路试驾一下，好，感觉一下。你看这种。其实你第一上手的话，你会感觉到 Mazda 其实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它在油门控制上面，它不会让你一上手的时候，这辆车很冲很冲，它不会，它很容易去控制任何的这个转速。我示范给你看，我放在 N 是不是？我在1500转就1500转，我要在2000转就2000转，我要2500转就2500转，2200就2200，它很容易去控制在任何的转速，所以我可以讲它的油门是很精准，就像BMW 这样，这辆车有点像加那种超跑的感觉。很低，真的很低的，依赖那种。而且它的方向盘可以拉得很外面，我有点像在驾 F1 的感觉。Troy， 为什么你会选择 Mazda 3？你没有，你看啊，很多年轻人一看就是Civic 帅有力 Turbo， 很多人是为了 Civic 而冲过去。为什么你没有去选择 Civic， 而选择这个 Mazda 呢？我觉得这个它最新的这个 model 呢，尤其它是它的外表很吸引我。我也是觉得很吸引，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不买它呢？我觉得因为年轻人喜欢玩力水吧。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年轻人是要 turbo， 可是他们就
对我来讲啊，德波是好，可是有样东西就是叫 response。对，还有那个变速箱的反应非常重要。可是 CVFE 的好处就是空间大咯，可以像以前的 Accord 这样子大了，所以很多人会去选择它。性价比最高，价钱最漂亮的还是 Civic， 因为这辆车毕竟还是一个160,000 ，CBU from Japan 它是没有在这边本地组装的。我可以跟你讲，它的这个组装品质真的是没有得讲。当时有考虑过 Corolla Sport 是吧？对，有考虑过。然后过后为什么又不去选择 Corolla Sport？ 因为也是它的力水1.2的波，然后它是 Recon 车。这样也是哦，你讲这3辆里面呢、最小 CC 就是 Corolla Sport 了，再来就是 Mazda 3，再高一点的动力啊就是 CVF 了。对，讲德布的扭力都是来得早，这辆车的重量应该不很重，大概1200公斤。你讲这3辆车里面呢、最喜欢的还是 Mazda 3，可是你被逼生活需要的空间上面哦，真的是要 CVF 没有办法。给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哦，有没有好像换牙的那种发哨？有没有？有没有？很棒，有没有？这样子是可以打95是吧？对，95因为在 Active G 的这个压缩比高，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打95。可是如果是在 Active X 来 Malaysia 的话呢，那个汽油好像是不能打95的哦。所以为什么它不带来 Malaysia 就是这样？压缩比越高的话，动力越好，没有错。可是你就要牺牲一些汽油上面的那个质量要用的好的，然后它的引擎的温度会比一般车来的更高，因为压缩比高了。可是它好处就是动力非常的强，尤其是在 NA 上面。Mazda 呢已经坚持了很多年的 NA， 它不要用德波，它就是要证明给人家看，就是它可以把 NA 呢把压缩比弄高了，然后 NA 的动力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强。可是没有办法，在这么多这样竞争强烈的环境下面哦，你看隔壁家Toyota又用德波了，可是1.2啦，Honda 也是德波1.5了，用了这么多年，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是跟着时代去的。2.5德波在外国是有，哇！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够力，那个真的够力哦。哎，你想一下，一个这样小辆车，你一个2.5德波，是不是可以跟 A45去 fight 啊？我觉得是可以啦。可以。可是它不要用 dual clutch， 它还是用它的 AT。我觉得这个 AT 也是很棒，你看我随时这样当，还有 rev mesh， 你看它的反应，加。AT 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bro， 就好像 BMW 宝马，为什么每次它还是用它的 ZF？ 真的 ZF 是真的是公认了全世界最好的 AT 之一哦。你可以看它拿过奖啦，Mazda 也是很不错啊，Mazda 也是有它的，还有掌握到它的一点的这个黑科技啊。昨天我打了一桶97，现在你用的是97，你骗人了哦，等下0到100块了1秒啊。我不是心理作用啊，它真的是有利点，一定会有力，因为你的这个车的高压缩比真的一定会有力的。可是你打满一缸油需要多少litre来？差不多30多40啊，40litre这样啦。那你行驶的这个里程啊，你可以行驶多少公里这样？370。对我来讲是吃油啊，你蛮重脚的啦，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车主了那个油门踩踏反应，我随便踩它一点点下去了，他就跟你降档，他很积极的。那我来到这个比较颠簸的马路这边呢、如果 adjustable 的话，我跟你讲会比较痛苦一点点的。可是在这辆车上面行驶的是蛮舒服的。现在它的滤震滤的不错，其实它会比一般的车会来的更跳一点点的。可是它不像 Corolla Sport 它没有这样跳，可会比这个好一点点。滤震也会比这辆车好一点点，这辆车给你的感觉会比较多，我可以这样子讲 ，feedback 会比较多一点。所有的安全配备都有给你啦，你要买到 High Plus 才有的，什么盲点侦测啊、ACC 跟车啊，还有一个最厉害就是 Real Cross Traffic Alert 之外，当你退后的时候哦，它看到后面有车会来的话，会自动帮你刹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就没有360度 camera 哦，我要打开 ACC 的话是按这个，我就 set 在90吧。所以你看到中间有多一个针出来，就是讲原本我要的时速哦。所以我跟车距离是放在最远的，所以还会跟着前面的这个距离。所以它的 logo 是有一个 sensor 是吧？它是走雷达侦测还有 camera 的，所以很舒服呢，跟到很舒服真的。啊，没有车了，车已经进去了，后来就踩油。你有用这个东西的吗？没有，是不是？我也很注意这个东西。我现在是没有踩油，没有踩刹车的哦，我的脚是离开的哦，所以我一直看着你的脚，是这，所以有一点担心，是不是？不是担心，很哇。他踩刹车了，他 brake 了，哦，那他以为有车要出来，他 brake。看到车了 ，brake。
OK 啦，它还是 OK 啦，给我接受范围里面啦，还是不要太依赖这些function哦。讲真的，你还是自己踩油会比较好。这个功能还是在高速上面会比较好用。我们去走出坡的时候啊，highway 还好用。赛车的话还 OK 啦，它会直接 stop and go 吗？我们试一下。OK， 30以下就没有了，30以下就没有。哎，它这个 i stop 已经是bypass 了是吧？对，前车主搞定。对，哦，明白。这个方向盘真的是非常精准哦，我左右摆动，哇，你看，哇，真的，它很敏感一下嘞。还有抬头显示器哦 ，Head Up Display 显示你的时速之外，还有显示你的这里的这个时速限制啦。OK， 放 Sport。哦，来了，直接来了。这样车原装的话，它的引擎声浪会比我们其他车来的多的哦。因为也是 Mazda 造车理念呢，还要让驾驶员感觉到热血澎湃，尤其是它这种高压缩比的声音，在高转的声音是非常的好听的。可是现在因为就是 exhaust 已经盖掉完了，连那个胎噪的话我都差不多都听不到了，真的。Mazda 的车隔音不是太好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要驾驶员听到路面的情况啊，听到引擎的声浪啊，给驾驶员一个非常的澎湃的这种感觉。播到 manual， 它是可以到6500转啊，还是差不多7000也可以。哇，可以上到7000啊！踩完 ，kick down 按下去。很可以，可是它不会给到你像德波那种一来的那种扭力啊，非常有力的那种，不会，它很顺，可是它是有力的，它比一般的2.0来的有力是真的。哇，这个车热血澎湃，它整个button按下去都很 premium 的感觉，这样子完全不会给你觉得是一个便宜的车。Good job， Mazda！行驶着110 km/h 的话，2050转。我们来听一下的音响。这3辆里面哦是最好的，跟你讲，我听到的啦，这个价位是真的符合给到你东西的，不会卖你160千给你觉得哇卖贵了，不会啦，我觉得物有所值啦，贵是贵，可是你买到好料。哎，你的朋友哎，前面。对。闪他一下灯看，trigger 一下，换也可以。啊，踩油了，哦，来了，他踩油了是吧？不见了。这个 MyV 不是你朋友哦？哦，不是。我们来试一下过一个大弯。哇，他一直想降档。很棒，这辆车跑高速来讲都很定哦，不会给你那种没有信心。整个前期就是很棒。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过60一个弯就跟你讲，这个操控很棒，什么车60过弯都很棒啊。但我110过这弯给你看 ，good 啊。Corolla Sport 它有它的好，它有它的 TNGA 的 platform， 可是它是比较偏于舒适的那种操控，而且这辆车是热血的操控，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操控也是有操控，很好 control 这辆车，可是这辆车给到你感觉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加慢的感觉。Corolla Sport 是那种舒服的快。西装爆出。痛苦我的3000转，Camera 上面的你们是听不到这种声音啦，因为它那种bass的声音啊，我觉得坐后面的你的朋友会 OK 吗 ？OK 吗？OK 吧？习惯了啦，自己车也是这样。看这种声音，我很喜欢这种降档有补油的变速箱。我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这样 brake， 有没有？很帅，这个就是帅，就是这样。如果是普通的就很难，哎，
OK， 非常感谢 Troy， 谢谢你。好可以我们下一集的冲上雨下再见哈。你看你又是坐后面 ，OK 吗你？等下绑带啊。Alright，Mazda 3冲上云霄。等一下，我们下个影片见了啊。OK， 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Goodbye。